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準所的阿修。今天我們來拆解一份來自耶魯大學的青年民調。這份民調它揭露了一場正在美國社會底下悄悄發生的價值觀革命，尤其是年輕世代，他們對於以色列還有反猶主義這個極度敏感的議題，看法可以說正在經歷一場劇烈的地殼變動。那這背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我們馬上來深入看看。好，我們今天的分析路線是這樣，我們會從一個讓你下巴掉下來的數字開始，然後我們會像偵探一樣破解這份民調到底是怎麼設計的，接着一步步深入年輕人的內心世界，看看他們對以色列的真實想法。最後，我們會一起思考這場世代風暴到底會把美國帶往什麼樣的未來。好，我們直接切入核心。這次民調的第一個發現，就像一道閃電，直接劈開了美國社會的表象，讓我們看到一條深不見底的世代鴻溝。這個數字是27%。在最年輕的選民，也就是18到22歲的這群人裡面，有高達27%的人同意，在美國的猶太人擁有太多權利這個說法。你沒聽錯，超過1/4的年輕人竟然抱持這種在過去被認為是禁忌的觀點。這背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個27%本身已經夠驚人了，但如果我們把這個數字跟整個美國社會放在一起比，那個裂痕就更清楚了。在所有美國選民中，同意這個說法的人是16%，但在年輕人中卻直接飆升到27%。這中間超過10個百分點的差距，就像一個警報器，告訴我們年輕世代的價值觀正在跟主流社會往不同的方向走。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看到這種震撼的數字，你一定會想，這種敏感的態度，他們到底是怎麼量出來的？沒錯，要確保數據可信，我們就必須先搞懂他們的研究方法。這就是所有民調都會遇到的大魔王。你不能直接跑去問人家說，你是不是討厭猶太人？很少人會直接承認嘛，因為這就牽涉到一個心理學上的有趣概念。這個概念叫做社會期許偏誤，白話文就是大家回答問題的時候會下意識地想讓自己看起來好一點。這就像有人問你，你上班會不會偷懶？就算你真的會，你大概也會笑着說，哎呀，怎麼可能？為了避免被貼上不好的標籤，我們都會選擇比較政治正確的答案。所以研究人員換了一種更聰明的方法，他們不直接問，而是設計了幾個代理陳述，來間接測量你真正的態度。他們設計了3個很精巧的陳述句每一個都像一個探針，去刺探你內心不同的偏見。第一個是關於忠誠度的，問你同不同意在美國的猶太人對以色列比對美國更忠誠。第二個是關於經濟抵制，問你為了抗議加薩戰爭去抵制猶太裔美國人開的公司，你覺得恰不恰當？第三個就是我們剛剛提過的，在美國的猶太人擁有太多權利。你看，受訪者對這3句話的態度，就變成了分析他們潛在觀點的一把關鍵鑰匙。好，了解了他們是怎麼問的之後，我們現在終於可以更深入的来看看年輕人腦子裡到底在想些什麼。我們來看18到22歲的選民，雖然有57% 的人對剛剛的3個陳述句都表示不同意，但這也代表有高達43% 的人至少同意了其中一項。換句話說，將近一半的年輕選民對至少一種反猶的論述是抱持着開放甚至是認同的態度。這個數字跟美國總人口的30% 相比，高出了10幾個百分點，差距非常非常大。那我們的直覺可能會告訴我們，這種偏見一定跟政治立場有關嘛，不是極左就是極右。但有趣的是，當我們把所有美國人放在一起看的時候，數據給了我們一個超意外的答案。不管是自由派、溫和派還是保守派，同意這些反猶論述的比例竟然驚人的相似，幾乎拉成一條平的線。但是真正的高潮來了，當我們把焦點只鎖定在34歲以上的年輕人時，那條平穩的線瞬間就被打破了。數據顯示，在年輕世代裡，同意反猶論述的比例，在自稱極端保守派的群體中，就像火山一樣猛烈地噴發出來，遠遠甩開了其他所有群體。這完全顛覆了很多人激進的左派年輕人比較反猶的刻板印象。事實上，恰恰相反。
好，談完對猶太人這個群體的看法，接下來我們來看另一個高度相關但也極度燙手的話題：年輕人到底是怎麼看待以色列和錫安主義的？你會發現兩個世代在看錫安主義這個詞的時候，仿佛活在兩個平行的宇宙。對年輕人來說，他們聽到這個詞，腦中浮現的更可能是種族主義、種族隔離這種負面標籤。但對老一輩的人來說，這個詞代表的是比較傳統的定義，像是猶太人的民族自決運動，甚至是正面的。當然，也有一部分年長者根本就不太熟這個詞。這種定義上的巨大分歧，是理解後面所有爭議的基礎。這種定義上的分歧，直接導致了一個最根本也最撕裂的問題：以色列這個國家到底應不應該存在？在年輕人裡面，你找不到一個統一的答案。他們的觀點就像一塊被敲碎的鏡子，裂成好幾塊。有人支持它作為猶太國家存在，有人支持它存在，但不能是猶太國家，還有人認為它根本就不該存在。而更多的人是感到迷茫，選了不確定。沒有任何一個觀點能夠占多數，這本身就說明了問題有多複雜。而當問題牽涉到美國的具體政策，也就是軍事援助的時候，這個世代鴻溝就變得更巨大了。有2/3的年輕選民支持減少，甚至是完全停止對以色列的軍援。但反過來看，65歲以上的年長選民是壓倒性的支持維持或增加援助。這不只是看法不同，這是真金白銀的政策選擇。2/3的年輕人想斷奶，但絕大多數的老年人想繼續餵。你可以想象，當這群年輕人未來掌握了投票權和決策權，美國跟以色列的關係可能會迎來天翻地覆的改變。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思考：那在這些年輕人的眼睛裡，到底什麼樣的話、什麼樣的行為才算是反猶主義？民調也透過一些情境題去探索了這個很主觀、界限也很模糊的問題。舉個例子，那條定義反猶主義的紅線，在年輕人心中畫得顯然比較遠。當聽到有人用種族滅絕這麼重的詞來形容加沙戰爭的時候，有2/3的年輕人都認為，這雖然很刺耳，但還不能算是反猶主義。相比之下，在全體選民裡，只有不到一半的人這麼覺得。這代表說，年輕世代似乎更傾向於把批評以色列政府的政策跟仇恨整個猶太民族這兩件事劃分得更開。不過，有一個詞成功的讓所有人都宕機了，那就是全球起義 （Globalized Intifada）。不管是老的少的，刀片人對於這個詞到底算不算反猶，都感到很困惑，選了不確定。這也反映出這個詞本身就是一個輿論戰場。有人認為他是在呼籲抵抗壓迫，但也有人認為他是在煽動對猶太人的暴力。他的定義權本身就是當下爭論的焦點。好了，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這份民調所揭示的不只是一些冰冷的數字，而是一個非常深刻的警訊。它預示着一場正在發生的世代轉變。所以，千萬不要把這件事看成只是年輕人的叛逆期，這不是一場短暫的騷動，而是一次地殼板塊的移動，是一場核心信念的轉移。從他們對猶太社群權利的看法，到對以色列存在合法性的質疑，再到重新定義什麼是反猶太主義，我們正在目睹的是一個世代的世界觀正在跟過去的傳統大陸發生劇烈的斷裂，然後往一個未知的方向飄去。這也為我們所有人留下了一個巨大的問號。當今天這群數位原住民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當他們的觀點透過社群媒體變成主流，這將會如何徹底地重塑美國的國內政治、媒體論述，甚至是數十年來的國際盟友關係？這沒有標準答案，但這份民調無疑為我們掀開了未來的一角，讓我們得以窺見即將到來的風暴。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